每天一点心理学，了解自己，看见他人。你好，这里是心灵时空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，为敏感者站台，请相信你的感觉，勇敢维护自己。有位听友留言说，他感到很难过，也很憋屈。端午他回老家看望亲人，但姐姐几次三番地戳他痛处。之前因为他用错了保养品，所以脸部过敏了半个多月还没好。这件事家里都知道，还跟姐姐视频过好几回。结果当晚到家的时候，姐姐就一直盯着他的脸，问他：你的脸怎么这个样子啊？多久才能好啊？他就说了医生的诊断。然后洗澡前，姐姐又一次拉着他站到镜子前。你说你脸以前多好看呀，又白又嫩，现在简直不能看。他只得说，我也不想这样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姐姐又说她脸的事，他就又解释了一遍。到中午吃饭时，大家本来开开心心聊天，姐姐再一次说，你脸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时候才能好啊？他当时特别难过，明明已经解释过了，为什么姐姐一直问？于是他就跟姐姐说了，从昨晚到现在他总共问过几次，然后问姐姐，你影响到我心情了，你知道吗？姐姐可能看他生气了，就撇撇嘴，我工作那么忙，我哪记得问过那么多回啊？你也太敏感了，居然还记得我问过几次，我也是关心你好不好，好心当做驴肝肺。爸妈当时都不讲话，他也有点懵。之后他就想，会不会真的是自己多虑多思了呢？但是他心里又确实很不舒服。这样的情景，想必敏感的人经常会遇到。你察觉到某件事，指出来，可对方却用你想多了，我有口无心，我说了什么自己都不记得，你记错了吧之类的话来回应你。然后你就会对自己产生质疑，我是不是真的想多了？但是我想告诉你，你的敏感是促使你抓住别人不易察觉的东西，而不是无中生有。一个人在你解释过后，仍旧几次三番地问你同一个问题，那怎么能是你的问题呢？他会这样问他的客户，问他的老板吗？不会。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对你呢？答案要么是他根本不在乎你的感受，不记得你的回答，所以每次就当没什么发生过一样的重复去问，要么就是他记得，但是他就是想要通过这个问题来刺激你，让你不开心。通过跟这位听友的沟通，我了解到她们姐妹俩的感情确实不太好。姐姐很喜欢跟她比较，小时候比成绩，后来发现成绩比不过，就比外貌身材，等她工作以后又开始比工资。依照这些信息来推断，姐姐这次行为可能并不是真的关心，而是另一种隐晦的比较，甚至是打击。敏感的人会注意到很多细节，比如说对方说话时的神情语态，同样的话说了几次，对自己的回答又做出了何种反应。这些事不需要刻意去记，就是很自然的记得，像过电影一样在你的脑海里清晰的存在。所以当你把这些东西说出来，别人用你记错了吧，或者我是无心的，那很难说服你，因为那与你的记忆不相符。既然如此，何不就相信自己的判断呢？敏感是无罪的，它甚至可以算是一种天赋。比如学艺术就必须要敏感，否则很难有所建树。做学术也一样，必须要能抓住别人忽视的东西，才能有所突破。艺术家们、学者们把这种称为直觉和灵感，他们把它奉若珍宝。那为什么你就不相信自己的直觉和灵感呢？你的敏感其实是在保护你。如果某个人的语言或者行为触动到了你敏感的雷达，让你本能地感觉到不舒服了，不要怀疑自己，可以当场指出来。如果对方反驳，那你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你觉得你直戳我的痛处好几次是无心之言，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直戳你的痛处好几次，
然后也跟你说我是关心你呢？最后我想说，不要因为自己敏感就觉得自己低人一等。下次遇到类似的事情，先觉察一下你的感觉是不是真的，对方是不是说了这些话，做了这些事，然后问自己，他会对他的上司、他的客户这么说这么做吗？如果不，那他就是不够尊重你。你要勇敢地站出来维护你自己，哪怕对方真的是无心的，也要让对方知道他的行为让你不舒服了，他需要停止，以后不能再这么做。千万不要一味的隐忍，然后在无人之处跟自己内耗，一边觉得自己的感觉是对的，一边又害怕自己多想。有问题一定要说，这样才能真正促进双方的了解，以及对彼此的尊重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相关内容，可以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心灵时空，